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又和大家见面了。闲人今天在三宝龙，独自一人，一个罗马没有跟着一起来。三宝龙这个城市，闲人来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次闲人来三宝龙，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闲人这次来三宝龙是来中转的，目的地本身不是三宝龙。闲人此次远行的目的地其实是西爪哇的基勒蹦，但是从泗水开车前往基勒蹦，一共将近600公里，即使中途不休息的话，可能也要花将近7小时才能抵达。所以闲人选择在中途经过的三宝龙休息1个晚上，也可以顺便再来三宝龙的旧城转一转。Some battles are fought within, with no clear victor, and passing by. 荷兰人开始建设三宝龙旧城这个区域，始于1678年。当时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帮助马塔兰苏丹国成功地镇压了多罗诺九友的叛乱，所以马塔兰苏丹国的阿曼古拉二世将三宝龙旧城这个地方交给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战争酬劳。多罗诺九友叛乱是由马杜拉人多罗诺九友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助下，联合了他在马嘎萨的盟友，在1670年对爪哇的马塔兰苏丹国发动的一起叛乱。但是最后的获胜者却是马塔兰苏丹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不是非常具有戏剧性？那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帮助多罗诺九友发动叛乱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在这场叛乱战争中，唯一的受益者便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制造叛乱的计谋，得到了三宝龙旧城这块土地之后，便在1678年开始了对此地的建设。和建设印尼的其他殖民城市一样，从一开始的军事堡垒，到后来的政府大楼和殖民者的住宅，渐渐的城市便形成了。1740年发生的红溪河惨案和其后延续至1743年的爪哇战争，对当时三宝龙城的建设影响很大。荷兰人在三宝龙城周围修建起了环城的防御工事，当然这些防御工事最后在1824年被拆除。红溪河惨案的大概经过如下：1740年，欧洲市场蔗糖价格的大幅下跌，导致了印尼制糖业的急速衰退。原本从事制糖行业的华人，因为糖厂的关闭，越来越多的开始失业，从而盗贼四起，治安恶化。由于荷兰殖民警察一开始抓获的罪犯大多数是穿着黑衣黑裤的华人，因此荷兰殖民当局下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大批无辜的华人受到牵连，荷兰殖民当局强迫被捕的华人到马嘎萨做苦力，而在华人群体中逐渐有传言说，这些被流放的华人会在中途被抛入大海，导致荷兰殖民当局和华人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那关于18世纪时，由于欧洲糖价下跌，导致爪哇各地很多糖厂和甘蔗种植园关闭，泗水的郑姓华人上校诱骗自家糖厂的华工登上号称前往西南的商船，但是中途将500多名无辜华工扔进大海的故事，贤人之前有在介绍泗水旧城的早期影片中提及过。那我们继续回到红溪河惨案发生之前的印尼。当时雅加达城的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便逃至城外准备自卫，但是由于内部有告密者，使得荷兰殖民当局有所准备。10月9号，雅加达城的荷兰殖民当局以华人准备攻城为借口，命令城内华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时挨家挨户的搜捕，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城内华人进行血腥洗劫。从9日到12日，雅加达城内华人被杀近万人，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华人也不能幸免，侥幸逃出者仅150人左右，而城外华人不知消息已泄露，依旧按原计划攻城。从9日至11日激战3天，伤亡1000余人，终因孤军奋战，攻城失败，被迫转战中爪哇。隔年，华人发动起义，在1741年至1743年的爪哇战争中，屠杀和报复荷兰人。爪哇人与华人并肩对抗荷兰人，几乎推翻了荷兰人的统治，但马都拉人却与荷兰人合作，帮助镇压了这场起义。那时过境迁，现在的三宝龙旧城已经成为了三宝龙最主要的旅游观光景点。三宝龙旧城和城内的50多座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的古建筑，见证了印尼在荷兰殖民时期长达2个多世纪的历史。三宝龙旧城内的建筑风格大致与18世纪左右的欧洲建筑相似，这也是吸引众多印尼年轻人前来旧城观光拍照的原因之一。那闲人关于三宝龙旧城的影片今天就录到这里，明天一早闲人即将启程，从三宝龙驱车前往西爪哇的基里蹦。那在前往基里蹦之前，闲人还有时间可以再次去回顾一下三宝龙的另一地标景点拉旺舍务。但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观看闲人的影片，再见。Sometimes the answer is in the journey itself.